这个刚下飞机啊，这个股市跌破了3000点，这时候迫切需要国家队了。国家队就是所谓的中证金得牵个头，中证金拿点钱出来，然后从这个商业银行这边贷点款，证券公司呢出点钱，基金公司出点钱，赶紧得救市了。如果不救市的话，这个趋势是非常难看的啊，因为整数关口被击破了，这是个大事儿，而且何况是3000点的整数关口。其实现在的3000点都不太准确了，因为现在今年这个中位数下跌都超过22%了啊，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股市今年1到5月份是个彻底的熊市，中位数嘛，这个统计里有个叫 median 啊，中位数都已经跌破了22%了，22就跌破20就是熊市嘛。我现在急需国家队了，靠企业靠民间现在是不行，暂时不行。这个因为已经喊了半天了，这时候得国家掏钱了。怎么掏钱？中证金牵头啊，商业银行贷款，行业一起出资，一起来救市，只能这样了，没有什么其他招了。真金白银拿出来。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星期三6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强调，过程整体是渐进式的，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度等也需同步研究优化。这个表态彻底打破了市场对于中国政府降息缓解市场压力的期待，也清楚表明了中国政府在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做出了选择，力保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稳定，而暂时牺牲国内房地产和股市。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这个表态对市场的心理建设是摧毁性的打击，所以 A 股也给出了相应的答案，又一次跌破3000点。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眼下靠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已经失效，所以这次潘功胜的发言也是对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对央行政策高度依赖进行纠错，卸下一部分央行的责任。潘功胜的发言提到了内外部不确定因素，面对着一次比一次难看的社融数据，但是央行已经最大限度的降利率、降首付，努力刺激消费。但是在国际大环境中，美国、英国启动了对俄罗斯最严厉的金融制裁，俄罗斯关闭了股票市场，汇率大幅下跌，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汇率。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现在采取人民币结算，而且俄罗斯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现在俄乌战争局势逐渐明朗，俄罗斯经济也在加速崩溃中，这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极其大的灰犀牛。接着奏乐，接着舞。随着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中国股市与全球股市的联动大幅降低。中国股市市值约占全球股市总市值的 15%， 中国股市的暴跌对全球影响甚微。美国股市每天都在创造历史，英伟达市值已超3万亿美元。中国曾一度想发展电商行业拉动经济，今年却遭遇了史上最惨618。现状不可描述，未来无法预测，一切皆有可能。业内人士指出，618背后的国内电商行业逐渐沦为一个三流行业，确实已经到了无以为继、非变不可的地步了。今年618背后所折射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商业行为和商业现象，传递出一种强有力的质问：我们的商业社会深陷互害模式，行业中的每个玩家，社会生产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只能思考自己如何活过当下，约定俗成的消费协议被打破，大家都深陷这种囚徒困境，没有出路。其实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新问题，自从开放以来可以说产能过剩问题反复出现。你比如说在2000年前后，当时中国也有很多产品堆积在市场上卖不出去，但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的原来积压的很多东西就都出口出去了，就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我们知道产能过剩问题又再次出现。中国之所以反复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关键还在于政府在过去很多年里面经常出现政府在带头在搞各种各样的投资。你比如说太阳能产业各地就
说这个产业就希望让各地都争先搞这样的产业，划各种各样的工业园区，用各种各样优惠条件去吸引这企业到这儿来投资。汽车也是这样，再往前，比如水泥啊、发电啊等等，都是一波一波的，这东西产出来了，但是没有购买力。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产能过剩的背后，其实还是一个经济失衡，就是生产的多，需求少，尤其是国内需求少。国内需求少的根本问题，就是民众还是没有消费能力。换句话说，老百姓没有钱去消费那些个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所以说，要解决在过去40年中反复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关键还是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有钱了，自然会去购买各种各样的需求品，而且他的需求还会不断的升级。拼多多的横空出世，让各大电商品牌拼低价已经成了常规策略。在此基础上再搞购物节大促，意味着试图从本就已经快干的海绵里再挤出点水来。当低价成了电商生意的唯一标准时，势必要牺牲掉商品质量。哪怕是曾经为平台和商家卷低价拍手叫好的网友，如今也越来越直观感受到了劣币驱除良币的趋势。事实上，如今平台无休止的低价内卷，已经让一些行业率先陷入了畸形发展的陷阱。在经济急速崩溃的当下，民众消费意愿下降，网购需求受到抑制，这些人造的消费节日能激起的水花越来越小。2023年，阿里巴巴已经取消了双12购物节。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是产能过剩。眼下任何一个行业现在都在面临一个去产能的过程，每一个赛道都是拥挤了太多的从业者，很多商家会离开电商，以倒下为结局。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eek to decouple from China. China is now simply too larg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Actions taken by the PRC today can shift world prices. And when the global market is flooded by artificially cheap Chinese products, the viability of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firms is put into question. And we'll continue to emphasize that our concern about overcapacity is not animated by anti-China sentiment or a desire to decouple. 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你穿的是地，你披的是天，走的是阳光道，奔的是日子甜，千百年庄严艰辛，欢乐。